盐池有三宝：食盐、滩羊和甘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。看我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雕塑，这就是盐池县的滩羊标志性建筑啊，一个公羊，上面还写着几个字儿：中国滩羊之乡。那来了盐池啊，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滩羊肉，太好吃了。有句话这么说的，是宇宙的羊肉有点大了，这个世界的羊，世界也有点大。而中国的羊肉看西北，那西北的羊肉呢看宁夏，宁夏的羊肉看哪儿呢？看盐池这儿。公羊在当地呢有一个称呼叫做骚胡子，这个胡子呢咱知道是雄性的象征啊，这男的都留个胡子是吧？那骚胡子这名字听着一看这羊就不正经，你看，哎呀这羊可够高的，10米，这胡子就胡子还骚胡子。这个骚胡子不是这个公羊啊，浑身都是宝，别说这个皮和毛了，你就看这个羊头，腊卤羊头，再看这个羊蹄儿，胡辣羊蹄儿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大一个羊蹄儿，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羊了。这个尾巴呢可以做羊尾油，羊池滩羊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这个尾巴非常的粗，这粗粗大大的，真的浑身都是宝啊！你再看这个，这个可就。我的亲娘啊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，我现在知道为啥叫骚胡子了。盐池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这要把这两个字分开来讲。这个盐呢，就指的是食盐。你看我身边这个是盐湖，自古呢这就产盐，大大小小有很多盐湖。这个池呢，要讲到就是古代盐池县的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花马池营，也叫花马池城。一听这个营，对了，这以前啊是兵营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边疆一个重镇啊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取一个池字，取一个盐字，这叫盐池。你看这个盐白白的，这水一干，这盐就出来了，这就是盐碱地。那当地的这个羊肉为啥好吃呢？喝的就是盐碱水。实际上这个盐碱水啊，这挺难喝的。那现在应该有自来水了。以前的时候，当地人喝这个地下水啊，就是略微发苦、发咸的这个感觉。这可以说是一抓一把盐啊！哎呀，白白的盐，这是粗盐。南北方制盐呢是有区别的。南方地区因为很多靠海啊，它就可以晒这个海盐。你像阿星之前去的这个儋州的千年古盐田就在海南，然后北方呢一般就是盐矿，要么是打这个盐井抽这个卤水，或者是这样的盐池啊、盐湖来晒盐。看了这一片盐碱水，我突然想到当地这个滩羊肉为啥好吃呢？这些羊从小到大可以说是被腌大的，好家伙，这肉啊都不用调味了。这个盐池的三宝呢还是有关系的，食盐、滩羊还有甘草。这个羊肉为啥好吃？喝了盐碱水，吃了甘草。你看我身后一片，这个是戈壁上的草滩，里边有很多甘草。这个滩羊名字咋来的？就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在这个草滩上放羊，所以叫滩羊。能在这个戈壁的盐碱地上生长的这些植物都是耐旱的。你看这个是沙蒿，这个是沙葱。阿星之前吃过这个沙葱啊，特别好吃。还有这枸杞呀，还有这甘草呀，还有苦豆子等等等等，几十上百种，全是中草药。这些羊吃了这些草，好家伙，这肉它能不香吗？马
马儿庄村盐池滩阳第一村，这个村子呢就是养羊的。其实不光这个村子，在整个县城的周边啊，所有村子可以说都养羊。这个羊呢，就是当地的支柱性的产业。那稍微大一点的村子，人家就有自己的基地，从养殖啊到羊肉的分销，一条龙的服务。羊圈里的羊吃的就是玉米。这个其实就是绵羊，现在叫滩羊，它是绵羊的一个种类。那最早呢是蒙古羊驯化而来，滩羊就相当于一个品种。现在因为保护生态，不允许放牧了，不允许散养，这些羊呢都在羊圈里头。那吃的是啥呢？我看都是这些玉米。我过来的时候看到很多村子周围种了大量的玉米，原来啊就是饲养这个羊的。除了吃玉米之外呢，定期啊也会打一些这种野草、干草啥的给它来喂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肉肯定是不如以前，但是呢，这个滩羊啊和其他地方的羊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呢喝的是盐碱水，有的时候也会打一些这野草来吃。现在到了美食环节，吴中宝子手抓羊肉，这是个老店啊，尝一尝正宗的盐池滩羊。来，落座就点菜啊！看这个菜单，一看就是老店。你看这菜单都翻的是稀烂稀烂的。手抓羊肉90一斤，来了1斤这个，然后烩肉片要了半斤是48，烩肉片也是羊肉。还要了一个清炖羊肉，90一斤，来1斤。本来还要点一个凉拌黄花菜，这黄花菜呢也是当地的特色，但是没有了。有啥呢？有咱刚才在地头看的那个沙葱，来一个凉拌沙葱。再来个主食，这个主食呢就很多面啊，当地的面也是特色。来一个清拌面，为啥吃这个面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清拌面好吃不好吃，但是呢，我刚才看隔壁有个人在吃，看着挺美的，点一个尝尝。这个是蒜汁是吧？哦。好，菜就上齐，太丰盛了啊！手抓羊肉是1斤的，这个是烩肉片，清炖羊肉，这个呢就是清拌面，然后沙葱解腻。吃之前啊，先别着急，先喝这个，这个是啥呢？有点像兰州的三炮台啊，当地叫八宝茶，有枸杞，有玫瑰酱，有大量的白糖，还有枣啊这些东西，总之是8种宝贝，所以呢叫八宝茶。先给它沏上，哇，这个糖是有点多了。这三个地方也是特色。哇，热水往里一浇。上次呢，阿星在兰州喝这个八宝茶，有人说要把这个桂圆捏碎，其实呢，我看啊，当地人有的也不捏啊，咱就一个不捏一个捏，来给它咬一下。哎呀，现在没人说我了吧？咱一个捏碎，一个不捏碎，放这儿先泡着啊。先尝尝这个手抓，啊，这个肉的部位也很棒啊，全都是这个羊排。有肥有瘦，你看这个滩羊，它就这个肥肉特别的均匀，每一块都是，你看随便拿一块，
就是有肥有瘦的，而且这个肥的很均匀。这个手抓羊肉呢，就不用过多的调味儿，就不用放什么料酒乱七八糟东西啊，就是清炖的，然后撒点盐，你看上面有很多盐粒。先尝尝这个。来，过来，你干嘛的呢？哇，美味美味，就一点点盐味儿，这边有点盐，哇，太香了，一点膻味都没有。这个肉呢，你看这个瘦肉啊，吃起来是非常的细嫩，一点都不塞牙，口感特别的棒，哇，这块绝了。但是当地的吃法是要蘸这个蒜醋汁儿，多蘸一点。这个蒜醋汁儿呢是提味解腻的。看看这个颜值，要了亲命了，这一口下去就不过了。哇，蘸上这个蒜醋更好吃，一下子这个味道很冲的这种蒜香味儿。阿星之前吃过甘肃临夏的东乡手抓，这个是不相上下，好吃好吃。除了蘸这个蒜醋呢，还有这个辣椒的干碟，这个干碟很香。本来点了1斤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这2口就没了。看来一会儿还得再来上1斤。看这个红红的，太诱人了。孜然辣椒的味道。当地人吃这个手抓羊肉有2个部位是最受欢迎、最好吃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羊排，还有一个是羊脖子。刚才本来想点啊，都卖完了，太紧俏了。在当地吃坛羊最受欢迎的几种方式吧，也可以说有几个部位。一个呢，就这个羊排、羊脖子，就清炖的；还有呢，就是羊蹄儿，辣卤的羊蹄儿；还有呢，就是羊头。这个羊头呢，也可以辣卤，也可以烤，也可以爆炒，就各种各样的吃法。我觉得这羊身上，除了羊指甲、羊角不能吃啊，羊毛不能吃，那其他这肉啊，那哪个部位它都好吃。吃点肉呢，再喝点这个茶。哎呦，我看到竟然还有一些芝麻，那这个就有点夸张了，这芝麻，哇，一嘴的芝麻。就来到宁夏，你不管是哪个餐馆，大大小小的进去都有这个八宝茶。这一看啊，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清炖羊肉。先喝点这个汤，葱花、香菜，还有枸杞，还有萝卜。哇，鲜！再尝这个清炖的，看有啥区别？清炖的就感觉温度更高一点，更嫩一点。清炖的这个味道更淡一点，没有手抓更浓。啊，当然好吃。再拿这个清炖的蘸点这个蒜，尝尝啥味儿？啊，不，这个蒜啊，真是绝了！再来点蒜，再尝这个面，哇，这个面太棒了！很多这个肉片，然后青椒豆芽，底下是番茄的酱，哇，这个面看着很有食欲。大块的肉片儿，好吃。这个味道有点像新疆拌面。啊，我看到里头有一些青椒，这个清拌面应该指的是青椒吧？还有姐姐，有蒜吗？蒜，可以可以。这么好吃的面啊，一定要配上这个新蒜。你看，这个时候吃新蒜啊，太棒了。啊，会有一个吧？啊，过来就是我这个是啊，一口蒜，一口面。要不要做什么？啊。这得去烤。这个面呢，配上这个沙葱也好吃。哇，
相当的脆啊，这沙葱。看这个沙葱啊，绿绿的，是脆嫩脆嫩的。这个口感啊，你还真不知道哪个菜和它像。最后再尝这个烩肉片，大片的羊肉，然后豆腐，还有粉条，哇，看起来太有食欲了，红红的这个颜色。这个粉呢，应该是土豆粉。先尝这个粉条，哇，裹满了这个汁儿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啊，算了，就这么吃吧，有点崩我一脸，太危险了。这个汁儿啊太浓郁了，就是红烩味的。这个是烩肉片，它还有个炒肉片。那炒肉片呢，就是生肉做的；这个烩肉片呢，就是拿这个手抓肉啊，是这种熟的。还有这个大块的豆腐，这种菜一看就来到西北。肉片、豆腐，还有这粉条啊，都是那种很大的感觉。这粉儿也是，都不是那种很碎的，是很粗而且特别长。说到这个滩羊好吃吗？它是真好吃，但是我要说，其实，在盐池周边啊，那很多地方这个羊肉呢都不错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4省交接，陕甘宁蒙还有内蒙，咱就说俩离得最近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呢是定边，就是陕北地区啊，陕西的这个榆林定边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内蒙的鄂托克前旗，当地戏称一句话，就开玩笑的，如何惹怒一个内蒙人呢？就是啊，你和他吃饭的时候，那不经意间说一句。我觉得啊，还是咱盐池的这个滩羊肉好吃。内蒙的兄弟啊，绝对一下就火了，拍桌子就说放屁，这个豆腐脑呢肯定吃甜的。好，美味的羊肉我就吃完了，味道非常的棒。那吃完以后呢，消消食溜达溜达，最好的去处就这个城墙。这个城墙呢，可以说跟个公园一样。咱刚才讲到，盐池县在古代呢叫花马池城，这个城墙呢就指的这个啊。但是啊，现在看起来很新，因为是重新修了一下。那最早的城墙在哪儿呢？那有一个玻璃罩子在里面，是明代的时候土坯修建的。就这个玻璃罩子里头，这是以前的城墙。你看上面啊是夯土结构，就夯土，外边呢一点砖，这个砖呢应该也是后来所建，夯土呢才是真正的明代的时候修的。看这里写着的花马池城电梯入口，那居然还有电梯。哎呀，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，这小风吹的，这个地方一到下午的4点以后就特别的凉爽，那晚上还冷呢。哎呦，这还是玻璃，还挺吓人的啊！看见没有？中间就是土，两边呢有点砖，跟个夹心儿一样，土夯的。盐池真是一个好地方，但是呢，很多人作为旅行目的地来讲，很少选择这里。正是因为大家很少选择，所以我来到这儿，我感觉真是地广人稀，那游玩起来特别舒适，没有很拥挤的感觉。你比如说上这个城墙，你看哪有人？关键是还不要门票，而且啊，这个滩羊肉太好吃了，就不为旅行，不为旅游，就为吃这口羊肉，你都值得来试一试。好，那就这样。